Hello， 各位，欢迎回到阿北的频道。有在关注电玩情报的人应该都知道，最近微软宣布了 Steam Deck 将于11月16号推出 OLED 的版本哦。而 Steam Deck 呢，发售到现在已经快1年啦。就目前官方消息来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小强化的版本，应该是这样讲，没错的吧？但就我自己觉得其实改变内容真的好像没有很多啊。那或许有人不知道 Steam Deck 这台2栖类型的掌机这边大家只要简单的想一下，把任天堂的 Switch 功能呢改换成可以玩 PC 类型的游戏，我想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咯。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可以做得到只要玩家魔改一下的话呢，也可以在里面装上一个 Windows OS 的系统。简单来说可以说是带着走玩桌机的游戏吧。效能与画面的话就要看每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啦。如果真的想知道 Steam Deck 的详细功能的话，可以先留言加1啦。我有空的时候或许再来做一篇来讲解吧。不过在那之前我可能要先安泰做一下。自从任天堂 Switch 上市之后其实每一家厂商也开始在纷纷效仿也开始推出相关类型的掌机Steam Deck 可以说是其中的一款，不为过吧。毕竟这整个架构跟构造看起来就很像当然它手把没办法拆开啦。而除了它之外呢，当然有其他厂商开发的产品像是 ASUS 发布的 ROG Ally 以及 Ioneo 各系列以及 One GX 跟 GPD 系列，这些也都大部分伴随了2栖型掌机的功能那对于那些想要无时无刻就打一下电动的玩家们可以说是很好的选择吧。因为不管你是在等公车或者在做捷运等待的时间你都可以随手的把玩一下，甚至是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洽公的时候它也确实是一台好掌机而且有时候外出洽公不知道一去会去了多久总不能带着厚重的家用电玩主机到处游走吧。而这个时候呢，掌机呢就凸显了它的价值啦。好的，那就让我们来聊聊这次的主题 Steam Deck OLED 到底升级了哪些项目吧。首先呢，这次的 Steam Deck OLED 的版本主要是升级了它的 APU从原本的7奈米制程变成6奈米的制程而电池呢也从原本的40WHR 升级到了50WHR感觉上是上升了一点点没错但是因为这次的萤幕采用了 OLED也因为这3个项目的改变让原本的续航力增加了30到50% 左右。当然这些数据感觉就是要看你当下运行的游戏为主官网上面呢是说呢，从2小时提升了3小时这边一定要讲一下，应该是只玩大作的部分那就我自己看起来官网的数据通常也要再打一下折扣，所以我觉得最大时速应该是2个小时多左右吧。若是玩不需要效能游戏应该可以撑很久也不一定。不过以目前的效能可以玩到2到3小时左右，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是蛮足够的。因为通常在带着掌机的使用环境之下，大部分是你在等待的那个时间吧，而这个时间应该也不会太久啦。那除非呢你是要拿去聚会参加一些电玩活动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吧。那萤幕的部分呢，从之前的7寸呢升级为 7.4 寸，可以说是加大了一点点而且从原本的 LCD 变成了 OLED， 不仅变大，视觉享受也更好了。OLED 的呈现画面真的是太舒服了，整体的重量呢也下降了30公克左右。虽然听起来好像下降很少，但实际上少了5% 左右这个5% 应该很有感吧。为了携带方便游玩，当然是越轻越好咯，毕竟长时间使用下来那个感受度会有一点差异啦。不过若是要跟 Switch 比重量的话，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下载的速度呢，从原本的 Wi-Fi 5支援到了 Wi-Fi 6E， 让玩家以更快更稳定的无线网络来下载你所需要的游戏与对战游玩。不过话虽如此，你家里的无线网络设备也要有对应才行哦。那以阿北自己倒是觉得没有差啦，毕竟要升级无线网络对应到 Wi-Fi 6E， 其实也是一笔钱若整体的环境没有需要的话，我应该会直接买 Steam Deck 的底座接有线网络吧。萤幕的亮度又提升到600尼特还支援了90赫兹的更新率。如果你是在看 HDR 的内容的话，最高可以到1000尼特哦。整体的显示效果比之前真的提升了不少而 DDR5 RAM 的读取速度从5500 MTS 升级到6400 MTS 体感可不可以感受到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就目前提升的数据上来看一定是 OK当然是越高越好。
而散热方面的话，官方也说换了新的散热模组啊，据说目前使用的体感温度比较不会像之前那样烫手啊，就等有玩家入手实际体验过的心得才知道啦。而就像开头提过啊，像类似这样的类型的掌机市面上有好几款选择。目前看下来最大的差异其实还是要看自己所想要的游戏类型简单来说这类型的机器我还是建议先看看你的游戏在哪几个平台上玩得到，是不是非这个平台不可呢？以及目前这个机器玩你想要玩的游戏在效能运作方式上面所呈现的画面你能不能接受？毕竟这类型的游戏机如果你是打 3A 大作的话，通常在顺畅度绝对会是比家机稍微差一些。不过你可以接受的话，那当然是另当别论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价格上每一台掌机的价格略有不同当然也是有蛮高价的啦。若以单纯玩游戏没有其他功能考虑来说我当然还是推荐家用机器啦，毕竟可以透过大萤幕来玩电动效能也还不错的话，价格又便宜也是不错的选择之一当然以通用模式的话，掌机绝对会比较方便一些。透过一开始讲的魔改方式安装 Windows 的 OS， 您的掌机也可以是多样化的桌机而除了这些，也有其他的一些因素考量我自己大概想了一下，有些玩家可能是为了要玩模拟器而买，也不一定加上这个特性的关系想玩的时候只要随时开一下机就好啦。要办公的时候再另外接键盘跟萤幕也是相当方便而以目前 Steam Deck OLED 要发售的时候官网针对之前的旧机型又做出降价活动，或许现在有要考虑入手早期的 LCD 版本也是不错那不知道荧幕前的你在这次的新品上市的时候会不会想去买一台来尝鲜一下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分享一下你的心得与看法。至于我自己的话嘛，可能要先安泰做一下啦。没有啦，阿北自己应该还是会依照实际的需求来考虑看看吧。毕竟还是要看看自己喜欢的游戏在哪个平台上就玩得到了，还有自己的游玩习惯。搞不好对我来说，其实 Switch 已经很够用了。各位觉得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觉得影片不错的话，可以顺手帮我按个赞，有空多回来看看这样我就很开心啦。我是阿北，我们就下个影片再会啦，感谢您的收看，拜拜。